就最情恨扰，有多少痴情人望断天涯见不到，秋水长，风落飘，弦中心断魂道，有多少江湖事古往今来解不了，袖中的剑，指尖的刀，无法割断尘世中情缘。忘川的水，彼岸的花，无法阻挡轮回千年修的姻缘。情缘的劫，时光的伤，无法隔绝我对你思念。想念你，陪你，牵你，宠你，恋你，爱你，一世痴狂。想念你，陪你，牵你，宠你，恋你，爱你，一世痴狂。穆少可是在找人，或许穆雪柔可以助少主一臂之力。穆姑娘既然知道我在找人，想必一定有线索，还请告知。我家小姐上通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从小通晓易经玄学，穆少可以尽无疑问。我急着找人，就不进屋了。如果穆姑娘愿意告知，石秋感激不尽。天下不知道多少英雄豪杰，都想与我家小姐见上一面，求上一卦。穆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。海叔，不得无礼。穆少，我可以给你一条线索，但有一个条件。穆姑娘，你尽管开口，只要石秋能办得到。自此处向西走，你可以见到一处高崖挂着2道瀑布，名叫天瀑崖。在瀑布之间的山崖上有一座草屋，草屋的正厅挂着一幅洛河山水图，你只要取来借我一看即可。那我要找的人呢？也在屋中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就这样说定了。这里还有一个神捕门的狗官，他还杀了我们的密宗驯狼。上！有没有什么发现？这里没人，
可能向右边逃走了。追！吴可大师真是豪爽，喝最好的酒，杀最狠的人，快意人生啊！哪里比得过风少？抱最美的人，破最险的墓，笑傲江湖。不过此人可不是贫僧杀的。人确实不是大师亲自杀的，怕是大师借刀杀人吧？哦，风少好像看见一样，愿闻其详。大师把人逼到此处，却有人在暗处背刀杀人。妙哉，精彩！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此人杀了夺命三魂，拿了大师想要的东西，所以才被大师追到此处。一点不差，风少真是旷世奇才。但你知道此人是谁吗？夺命三魂死在楚毒风针之下，此人一定是楚毒家族的毒针锁喉真无义。可是谁的刀有这么快，竟然让真无义出不了针，还见不着人呢？这最后一杯酒，就送给风少，以表敬意。锁连城的刀法虽然快如闪电，但也没有这么快。出刀的人肯定是绝世高手。比锁连城的刀法更快的人。找到这里，你就死定了！你听到没啊？快把我放了！臭丫头，你要再敢说老娘丑，老娘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猪！那天仙老太婆总行了吧？我们往日无冤，近日也无仇。你为什么要把我锁在这里啊？臭丫头！要怪就怪你这张脸，老娘告诉你，从今往后你哪里也去不了，乖乖的在这里待着，给老娘洗衣做饭、养猪种菜。你个心理扭曲的变态老太婆，想叫我林水瑶给你洗衣做饭、养猪种菜，买走没有？哼，先饿你个3天3夜，看你干不干。
自己的兄弟姐妹们都认不出了吗？是鬼！三弟，不是你亲手把我们送进坟墓的吗？你说我们是人还是鬼呀？如果你们不杀我的继儿和其儿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去给父王陪葬。你们死有余辜！不管你们是人是鬼，我都不怕你们！来呀，来报仇啊！来呀！来人，把这些布幔都给本王撤了！来人，把这些布幔都给本王撤了！免了，四大家族的折子，本王看过了。四大家族的族长商议了许久，古子木和韩铁木的失职之责必须要有人承担。楚夫人已禁闭通灵塔，但少城主的主事之责也必须追究。按祖制，少城主可以有2个选择。一是交出淬火圣剑，禁闭通灵塔；二是受刑堂的鬼鞭刺肉之刑。百里无魂，你是刑堂首座，本王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属下愿遵从祖制之法。至于少城主要受哪种刑罚，还请穆王定夺。那各位觉得，本王如何裁定才能服众？属下认为，交出淬火圣剑，禁闭通灵塔最为妥当。如果要使用鬼鞭刺肉之刑，恐怕少城主千百年来，一共有7人受过鬼鞭刺肉之刑，而其中6人都当场惨死。只有9公子慕容鹤1人受刑后得以逃生。9公子当年虽然年仅9岁，却是天灯圣尊最器重的徒弟，只因私自离塔，失手杀死守塔人，所以受以鬼鞭刺肉之刑。原本所有人都以为9公子必死无疑，但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竟然受刑之后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大师兄从小就长有奇骨异学，神功绝世非常人可比。以属下之见，让少城主禁闭通灵塔，还可以保下一条性命。我等也是此意。禁闭通灵塔，终身不得出。叶儿是我仅剩的儿子，他们这是要断我慕容家的后路。然而选鬼鞭刺肉之刑，那叶儿就9死1生。儿臣愿受鬼鞭刺肉之刑。
请父王成全。父王曾教导孩儿，我慕容家的子孙，宁可站着死，从不跪着生。大哥和三弟曾经就在这五子宫中宁死不退，叶儿愿追随兄弟之志。好，父王成全你。你跟继儿和齐儿一样，都是父王的好儿子。属下自接管刑堂以来，从未使用过鬼鞭刺肉之刑，对行刑之事并不了解，还请穆王另请高明。鬼使南宫月，愿亲自掌刑。我的相思慌乱间结成茧，风吹过我的耳边，仿佛听见你的誓言。沧海化桑田，我们永不变。一缕青丝换光阴，片片回忆浮眼前。那些时光流转在我身